7点多。它这配置比较豪华，有鹅血，上家没有鹅腿。哦，今天就吃这么多。这个主要是分量太大了，如果分是大人喜欢吃烧鹅，觉得这边烧鹅不好吃啊？我们对于来说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刚烤出来是香一点，那个皮那个肉不好吃。哦，那你懂吃真的。这边的有什么是吗？那你懂吃。他刚才说了一大堆没录进去，他说烧鹅都是被东莞炒作出来的。7点多就排成这样，人挺多的，价格在这。汁水是蛮多的，但汁水多的话，上海的也做得到，这不是啥难事。烧鹅这个东西皮脆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只要是现烤出来的基本都脆，放久的基本都不脆。就像刚才那个广东司机说的，鹅肉要好吃才是真的好吃。鹅肉必须要软嫩多汁，没腥味，还带香味，就这个就很难了。它这店完全像新装修的一样。我运气还蛮好的，轮到我的时候还有鹅腿，加点钱就可以买鹅腿了。提前预告一下，本来我觉得他家应该不是很好吃，但吃了感觉味道还行，至少过得去。濑粉跟鹅肉也算搭吧，就不会像上次吃的感觉那么分离。有2种粉可以选，我选的是最细的那种，因为我觉得最细的那种要做好吃比较简单。我最近吃了这东莞4家烧鹅，感觉整体水平比我吃的顺德那4家要稍微高一点点，鹅肉的腥味要少一点点，但跟香港的比还差得远。很多观众就说大陆都是鲜鹅，香港都是冻的，为什么香港的会好吃？其实就很简单，香港价格卖得高，还是稍微有个别良心商家因为价格卖得高，成本它预算比较高，它用的鹅成长周期比较长，所以冰鲜的会比生长周期短的鹅要好吃。而且我也不知道生长周期短的鹅会不会打激素之类的，生长周期长意味着成本高，鹅肉更香。它这配置比较豪华，有鹅血，上家没有鹅腿，还在这里排队拌一下鹅血。这个粉会不会好吃一点？所以尝一尝这口感稍微好一点，这个粉吃的像粉丝能接受一点。昨天那个粉太粗了，不太入味。吃点这个鹅血，开心不行？不行，这鹅血太腥了，还是给你，你要吃啊？我吃不习惯。刚才那个鹅血跟潮汕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潮汕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这个血腥味太重了。血味，血就是有血味。它这个有点像方便面的汤，还是入味的。就这碗粉应该能吃得完，吃不完也没事。尝尝鹅腿咋样？加15块换个鹅腿。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拐子，肉比较脆，没啥腥味，而且香。哇，它这个粉好像特别容易吸水，现在汤都没有了要。吃挂鹅肉啊，现在来吃。它这个鹅肉好像烤的比较油的烤掉了，是吧？油不是很多，好一点吧，油都烤掉了。它好像也没有专门剔油，它这个鹅比较瘦。它这鹅好像技术稍微好一点吧，没啥腥味。目前没吃出来啊，等会找块肉厚的吃。好像这家比前2家好一点。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就说，
现在的很多鹅主要是那种速成鹅，比较小，老鹅就没腥味了。他觉得他们是不爱吃那个鹅肉这边的，因为他觉得肉太散，而且太腥了。它这个毛也没剃，我要不直接尝口肉看行不行，单独吃。这个去腥技术算还可以的，稍微比前几家要好一点。看看这个肉，目前吃的没吃出啥腥味来啊，有点血味，就是一点点，很淡，因为皮的油都烤化到肉里了。来个粉，这家技术要稍微好一点。这家肉处理技术可以。它这个肉厚的地方虽然有点柴，血腥味基本上是没有。它这处理技术算厉害的，也有可能它的鹅要大一点，也有可能，我不确定啊。你觉得这个咋样？我觉得比昨天吃的那些鹅都要好吃一些，好像比较入味儿了。但是你要说这个技术高也不高，应该说技术可以，可能鹅的用料还是跟那几家差不太多。这个反正这家综合要好一点吧，至少可能能吃完。看这肉还是不嫩，但质肉好一点。现在吃点粉能吃这个，这给的分量比较大。它的鹅血是新鲜的鹅血，吃不出来。因为如果要是粉做的鹅血的话，它是没有那种韧劲儿的，可以吃一点这个肺。它这个汤底应该不是那种像一乐烧鹅那种有味道的鹅汤，就普通的吧，比较清淡。就我妈只能吃那么点，反正我能吃一点。哦，今天就吃这么多。这个主要是分量太大了，如果分量少一点，我能吃得完，还可以吧？这家还是排队的人超多，可能现在太早了，中午应该更多吧。他家算还可以吧，但专门跑没必要吧，我感觉。这毛病不是太大，比其他几家好一点，我觉得。没吃出啥特别重的腥味，但有一点点血味。油脂处理的还可以。那个濑粉配着鹅吃的话，算融合，比昨天吃的那些融合一点。但你说如果我要来第二次或者推荐我的朋友来吃的话，我也不太会，马马虎虎吧。